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温暖的话题。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话题，就是家人。对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家人都是最重要的人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边聊天，一边教大家一些跟家人有关的中文。好呀，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，因为每个人的家都不一样。对，有的家庭人很多，有的家庭人比较少。那我们先从最常见的家人开始聊好吗？好呀，我们先来教大家一些基本的词，比如说爸爸和妈妈。爸爸和妈妈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就是 father 和 mother。不过在中国，我们一般会直接叫爸爸妈妈，不会说父亲母亲。对，父亲母亲听起来太正式了，像写作文。对，比如你回家说，母亲，我回来了。哈哈，听起来太奇怪了。对，太像古代人了。我们平时就说，妈妈，我回来了。那我们来造个句子，比如，我爱我的妈妈。或者我爸爸喜欢喝茶。很好，那除了爸爸妈妈，还有谁呢？当然是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啦。对，在中文里，我们对家里的人都有不同的称呼。对，比如哥哥是比你大的男生，弟弟是比你小的男生。对，同样，姐姐是比你大的女生，妹妹是比你小的女生。比如我可以说，我有一个哥哥，那他要比你大，对吧？对，他比我大3岁。那如果我有一个弟弟，我可以说，我有一个弟弟，他今年15岁。我觉得这些词很有意思。那如果家里人很多，要怎么说呢？比如，我们家有5口人。对，口这个字很特别哦。对，这里口不是嘴巴的意思，是一个人的量词。对，比如说我们家有3口人，爸爸妈妈和我。对，那如果家里有爷爷奶奶呢？哦，对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家有5口人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和我。非常好，那我们再解释一下爷爷和奶奶。爷爷是爸爸的爸爸，奶奶是爸爸的妈妈。对，如果是妈妈的爸爸和妈妈呢？那就是外公和外婆，或者姥爷、姥姥。很好，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外这个字？对，因为他们是妈妈那边的家人，所以我们加个外来区分。比如，我外婆做饭很好吃。哈哈，我外婆也一样，她会做特别好吃的汤圆。那真不错。那如果我们要说我的家人都很好，该怎么说呢？可以说我的家人都很好，或者我的家人都很亲。对，亲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关系很近，感情很好。比如我可以说我和我妈妈很亲，哇，听起来好温暖。哈哈，对啊，说到家人就觉得很幸福。小夏，你现在还和家人住在一起吗？现在不住了，我在上海工作，一个人住。啊，那你会不会很想家？会啊，特别是节日的时候，比如春节。对，我也一样。我现在在外地上大学，平时也不在家，每次放假回家都特别开心。哈哈，是啊，那种感觉特别好。你知道吗？我一回家，妈妈就会问，饿了吗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哈哈哈，这太像妈妈了。我妈妈也总是这样，她会说，你又瘦了，来，多吃点。对，妈妈总觉得我们吃不够。有时候我觉得妈妈就像一位厨师。哈哈，厨师就是做饭的人，对吗？对呀，不过我觉得她也是家里的超人，因为她什么都会做。说得好，超人这个词意思就是很厉害，什么都会的人。对，比如我可以说，我妈妈是家里的超人。哈哈，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是修理王，家里什么坏了，他都能修好。哇，那你真幸运。我爸爸不太会修东西，他更喜欢看电视。哈哈，每个爸爸都不一样嘛。
那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？有时候会，特别是晚上回到家，家里安安静静的，就会突然想起家人。我懂那种感觉。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词，想家。对，想家的意思就是很想回家，很想家人。比如我可以说，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学，有时候会想家。对，或者春节快到了，我开始想家了。这个词很好用。还有一个词，打电话，也常和家人有关。对，现在很多人都不住在家里，但可以打电话、视频聊天。比如说，我每天给妈妈打电话，或者我每个星期和爸爸视频。对呀，现在科技真方便。以前我奶奶常说，她年轻的时候写信。写信？那现在年轻人几乎都不写了吧？对，现在大家都用微信。哈哈，对，我们可以说我在微信上和妈妈聊天。对，这个聊就是说话的意思，不过更轻松一点。对，比如说我们聊了1个小时。那有时候我们还会开玩笑。对，开玩笑就是说一些有趣的话，让人笑。比如我妈妈常说，你快点找个男朋友吧。哈哈，那是她在开玩笑吗？一半玩笑，一半认真吧。哈哈，那你会怎么回答？我就说，妈妈，我才18岁呢。哈哈，好可爱。那小夏，你小时候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喜欢做什么？我最喜欢晚上大家一起看电视，吃水果，那时候特别开心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。你们会做什么呢？我们会骑自行车，放风筝，还会吃冰淇淋。哇，听起来太美好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家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一种感觉。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教大家一句话：家是最温暖的地方。温暖就是很暖，很让人舒服的意思，对吧？对，比如冬天的时候，家很温暖。或者妈妈的笑很温暖。哇，好有画面感啊。哈哈，对呀，我觉得温暖这个词真的很美。曼曼，我觉得每个家人都有自己的性格。对呀，性格这个词，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下。好，性格就是一个人的个性，也就是他平时的习惯、说话的方式、做事的方法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很安静，有的人很热情。对，安静就是不太说话，比较安稳。热情就是很活泼，很喜欢跟别人聊天。那麦麦，你的家人性格怎么样？我妈妈特别热情，她喜欢和邻居聊天，也喜欢请朋友来家里吃饭。呵呵，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比较安静，他喜欢看书，也喜欢听音乐。听起来你爸爸妈妈很互补，一个热情，一个安静。对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了，所以配合得很好。那你呢？你像谁？我觉得我像妈妈一点，我也很喜欢说话。哈哈，我看得出来。那我呢？我比较像爸爸，喜欢安静一点。真的吗？但我觉得你说话很温柔呀。谢谢，我平时安静，但是聊天的时候会变得活跃一点。对，我也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家里有不同性格的人挺好的。对，如果大家都一样，可能会有点无聊。哈哈，有道理。不过有时候不同的性格也会让我们吵架。哦，对，我们来教大家这个词，吵架。吵架的意思就是说话不高兴，意见不一样。比如我小时候常常和姐姐吵架。我小时候也是，我和弟弟经常吵。你们为什么吵？因为他总抢我的玩具。哈哈哈，太可爱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妈妈就会说，你们两个快点和好。对，和好就是不要再生气了。比如可以说我们昨天吵架了，今天和好了。我觉得家人之间吵架没关系，最后都会和好。对，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，家人是最重要的人。我妈妈常说，家人不需要完美，只要互相理解。这句话太好了，
我们可以教大家这个词理解。理解就是知道别人的想法，能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做。比如，我理解爸爸工作很忙，或者我理解妈妈有时候会担心我。对，理解这个词在家人关系里非常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只要多一点理解，家里就会更和谐。和谐这个词有点新，我们解释一下。好，和谐就是大家相处得很好，没有生气。比如说，我们家关系很和谐，或者和谐的家庭让人很开心。说得好。其实我觉得家人之间最重要的是爱和支持。支持这个词也可以教大家。对，支持就是帮别人，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陪在他身边。比如我可以说，我妈妈一直支持我学习中文。或者我爸爸支持我做我喜欢的工作。对，有时候家人给的支持不只是钱，还有鼓励。对，鼓励就是让别人更有信心。比如妈妈鼓励我不要放弃，或者家人的鼓励让我更努力。我特别喜欢鼓励这个词，它听起来很温暖。对啊，因为它带着爱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考试考得不好，我哭了。然后呢？我妈妈没有骂我，她只是摸摸我的头，说没关系，下次努力就好。哇，太感人了，这就是爱。对，我那一刻真的觉得她好温柔。对，其实爱家人就是这样，不一定要说我爱你，有时候一个动作，一句话就够了。对，比如做饭、帮忙、关心，这些都能让人感受到爱。没错，爱不只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对，比如我爸爸不太说我爱你，但他每次都默默给我准备水果。哈哈，这就是中国爸爸的爱。对，他们不太说，但很温暖。麦麦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家人其实也在慢慢变化？对呀，小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永远不会老，可是现在我发现他们也开始有白头发了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以前我总觉得爸爸妈妈什么都能做，现在反而是我们在帮他们。对，我现在回家会主动帮妈妈做饭、洗碗。哈哈，你真乖。其实小时候我不喜欢做家务，但现在我觉得帮家人分担一点是一种爱的表现。对，分担这个词我们可以解释一下。好，分担就是帮别人一起做事，不让一个人太辛苦。比如我和妈妈一起分担家务，或者我们分担工作的压力。对，我觉得当我们慢慢长大，就开始懂得这些。以前我只会让爸爸妈妈照顾我，现在我也想照顾他们。对，照顾这个词大家也要记住哦，它的意思是关心一个人，让他舒服、健康。比如我照顾生病的妈妈，或者我照顾我的小狗。哈哈，对，这个词很常用。其实我觉得家人之间最美的就是这种互相照顾。对，比如小时候妈妈照顾我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要照顾她。对，这种变化其实就是成长。成长就是慢慢变大、变成熟的意思，对吧？对，比如我在成长，我们一起成长。有时候成长很快，比如我上大学后，感觉自己懂得了很多。比如什么？比如我懂得家人不是一直在身边，但他们的爱一直在。哇，这句话太美了。哈哈，真的，我在外地生活的时候，有时候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上课，突然就想起妈妈。我懂，我也有那种感觉。以前觉得家人很唠叨，现在才发现那其实是关心。对，唠叨就是说很多话，总提醒你的意思。比如妈妈每天都唠叨我要多穿衣服。哈哈，对呀，以前我觉得烦，现在觉得她真可爱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离家以后，反而更懂家人。对，小时候我只知道要妈妈做饭，现在我想学做饭给她吃。
哈哈，那你学会了吗？还在练，不过我做的蛋炒饭，他说很好吃。那太棒了，你知道吗？家人不在乎饭是不是完美，他们在乎那份心。对，真的，哪怕是一碗普通的面，只要是家人做的，就觉得最好吃。对啊，这就是家的味道。家的味道听起来就好温暖。哈哈，其实家的味道不只是饭的味道，还有熟悉的声音、笑声，还有那种安心的感觉。对，有时候我在学校听到有人说家里的事情，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的笑。那种感觉很特别，对吧？对呀，就像你再远，也能感觉到他们在想你。家人的爱就是这样，不用说太多，也能感受到。对，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想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哇，那你希望你的家是什么样呢？我希望家里有很多笑声，有一只猫，还有一个大阳台。哈哈，听起来太可爱了。那你希望家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希望我们都能互相理解，互相照顾，不管发生什么都在一起。真好，我觉得这就是家的意义。对，意义就是为什么重要，它代表什么的意思。比如，家对我来说很有意义，或者家人的笑让我觉得有意义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因为不管我们在哪里做什么，只要想到家，就觉得心里很平静。对，有家就有力量。哈哈，你今天说的话都好暖心呀。谢谢，因为家人这个话题真的让我很感动。我也是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啦。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家人。可以打个电话或者发一条消息，说一句谢谢也很好。对呀，让他们知道你在想他们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